你的生活有多少时间是被工作占据的呢？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一直工作都不休息而被人叫做工作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工作狂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为了要在社会上面求一顿温饱，熬夜加班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有的时候，就算放假了，也只想要利用时间做更多的工作，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工作狂。但是，工作狂的定义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工作狂呢？如果真的不幸成为工作狂，你知道会造成什么伤害吗？对，我刚刚说不幸，是因为呢，成为工作狂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还真的是有点大。不过，在讨论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等等就会告诉你咯。你家的孩子是否曾经因为跟朋友个性或想法不同而觉得生气委屈的经验呢？身为爸妈，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与不同特质的朋友好好相处？盲狗狗绘本《我想回家了》就是针对这类状况而特别制作的故事。故事中的棉花糖猫以及盲狗狗，一个生性敏感，一个热情活泼，他们虽然是好朋友，但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却不太相同。我们期待敏感的孩子读完这本绘本，能够发现自己的需求，并有勇气跟朋友协调自己的想法。而身边有敏感朋友的孩子，则能够透过这个故事了解，即使个性不同，只要彼此理解、互相尊重，一样可以跟朋友开心相处。目前我想回家了，在盲狗狗官网有多项的优惠活动，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官网的连结，与孩子一起认识自己吧。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所讲的工作狂，多半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很热衷于他的工作，或是花很长的时间在工作上。但实际上，工作狂的定义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在学术上定义比较明确的工作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工作成瘾的现象。明确来说，这是指一个人将过度的心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并为此牺牲掉他个人的休闲、社交还有健康。而且他之所以会这样子过度工作，并不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受到老板或其他外力强迫，而是呢，他心里面呢自己有一个声音让他无法放下自己的工作。那如果他停下来没有在工作，就会出现类似戒断症状的状况，像是坐立难安啊，还有焦虑。而且就算他知道这样子超时工作对自己有害，工作狂们还是很难克制自己不去工作，甚至没有办法不去想着工作的事。但光是透过这些定义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工作狂，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幸好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学者编写出一些量表，能用来帮助大家评估自己的工作狂倾向。要评估自己是不是工作狂，一个常见的量表是贝尔跟工作成瘾量表，里面有7个题目。例如，你会为了工作搁置休闲和运动，你会为了降低焦虑而工作，别人劝你做少一点点，但你都讲不听等等等。那作答的人呢，要依据自己符合的程度，用数字1到5来作答，数字越大，符合的程度就越高。那从这7个题目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工作狂会有的特征，像是会为了降低内疚感或焦虑感而工作，不能工作时会有压力，还有工作多到健康状况都出现问题。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如果这些工作狂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因为过度工作而出问题，他们怎么不知道要踩刹车，甚至还想要做更多的工作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几个心理学家认为的工作狂的成因吧。过去有研究指出，工作狂普遍有比较低的自尊，他们虽然不见得比较爱钱，但是会倾向以工作成就或者薪水高低等等的这个外在标准来决定自我的价值。也就是说，过度工作的行为有可能呢是想要降低那种我比不上别人的焦虑感。而此外呢，也有学者提出了工作狂的3种不同类型，以及这些类型各自的心理动机。第一种是强迫依赖型，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即便呢他知道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不一定必要，甚至不会带给自己多少快乐，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工作，因为一停下来心里就会极度的焦虑。再来，第2种工作狂的类型是完美主义型，这种人不但会花很多的时间达到完美的工作表现，他们甚至会把认真工作当成是一种纯粹的美德，是一种追求完美的展现。所以如果要做任何的休闲啊或是放松，都被视为是不完美的，所以他们几乎不允许自己休息，一休息就会觉得有罪恶感，觉得自己很差劲。而最后一种呢是成就取向型，事业成就对于这类型的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完全等于他们个人的自我价值，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所以会愿意无条件的为公司付出或者自愿加班。说到这里这种成就取向型的工作狂听起来好像是所有老板的福音嘛，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工作狂和那些用比较健康的态度在工作的人相比呢，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没有弹性。即便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工作狂也会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所以有研究显示，工作狂的工作表现不但没有更好，通常还比一般的人差，因为他们的生活都被工作给占满了，缺乏合适的休闲来调节，导致个人的状态不好。而这样的影响也不只是会让当事人的表现下滑，就连周围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了晚上7点下班时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想要跟朋友去吃顿饭或者回家放松，但偏偏有个工作狂就是还在那边拼命的工作。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走了，感觉好像自己特别爱偷懒，但因为留下来也不知道要干嘛，搞不好还要听他讲一堆你并不想要听的事情等等。不过话说回来身为一个工作狂，除了有可能会影响工作表现、影响职场气氛之外，最糟糕的是呢，这也会对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庭婚姻或是小孩都带来很多严重的冲击。虽然工作狂还没有被列为是一种正式的心理疾病，但一个2016年在挪威进行的大型研究却发现，有工作狂倾向的人呢，会有较高的比例会同时患有过动症、强迫症、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当然，以目前的研究看来，我们还不能够证实成为工作狂就会让一个人因此跟着得到其他的精神疾病。但这些问题之间明确高度的相关性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尤其工作狂很常会有睡眠障碍，常常晚上睡不着，早上起床来呢又没有精神，却又要努力的应付一天的工作，形成一种压力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而这样的恶性循环之后，还有可能会演变成过劳或者职业倦怠的状况。那关于职业倦怠跟心理过劳，之前呢我们其实都有谈过。简单来说呢，这样子压力的累积再累积，都可能会让一个人的健康越来越岌岌可危。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工作狂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传承到下一代。不难想象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是工作狂，没有时间投入家庭经营关系，那他们的婚姻满意度很容易就会跟着下滑。那这边我们先不特别谈婚姻失和会对小孩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就算工作狂没有让婚姻失和，光是爸爸或妈妈长期缺席小孩的生活，或者是疏于关注孩子，其实都会给小孩带来比较高的心理疾病风险。像是孩子会比较忧郁，或者是有亲职化儿童的出现，意思是呢，儿童会被迫要提早长大，在家中扮演照顾者的角色，例如替家人打理3餐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弟妹。而且这样子的孩子在长大投入职场之后，自己也更容易变成工作狂。一部分是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被父母潜移默化，认为这样子不眠不休工作才是尽责成熟的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工作狂父母呢，对于自己的完美主义也很容易会跟着投射到孩子身上。例如孩子考的90分，他就会问说，为什么没有100？是不是不够认真？对于小孩来说，如果小时候就缺乏合适的肯定或鼓励，那长大之后就更有可能会对自己有不合理的高要求，所以会借由过度的工作来满足这样子的自我期待，或者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如果变成工作狂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如果发现自己是工作狂，想要脱离这样子的循环，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首先，工作狂主要是因为内在的因素而没有办法放下工作，所以要改善这样的状况，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呢，还是要从心理层面下手。目前研究已经证实一些常用于成瘾行为的心理治疗，例如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有效的改善工作狂的状态。透过心理师的协助，个案有机会慢慢的厘清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的想象，像是自己放不下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工作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例如，其实你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又或者是其实不工作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等等等。那只要能够先找到原因，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找到解法，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并舒缓个案对于工作的依赖。而另外，在工作环境方面，如果有选择的余地，尽量避免待在鼓励工作狂的公司。如果一间公司只在乎员工有没有加班，但很少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甚至会透过一些流程或制度让大家抢着加班，那这样的公司也有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工作狂。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治愈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有几度真的是觉得好心酸
为什么一个人会成为工作狂，或者花一堆时间在工作呢？可能是从小缺乏足够的肯定或是关爱，也有可能是出社会后的压力大。而如果不幸成为工作狂，还可能会被批评眼里只有自己，不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难道工作狂本人真的都那么喜欢工作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们不敢肯定，但我们认为要让大家意识到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工作狂，成为工作狂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有越多人理解这样的资讯，我们就越有可能减少制造更多的工作狂，甚至避免很多关系之间的冲突或是误会。所以如果你也觉得这支影片重要，欢迎多多把它们分享出去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工作狂吗？我是常常觉得工作好累，但一闲下来呢，又会觉得很焦虑，马上去找事情来做。毕竟我以前是但我发现那样子不太健康，所以现在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不是工作只是不要饿肚子，搞到破坏生活，我觉得很不值得啦。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工作狂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职业倦怠以及心理过劳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